1988年至2000年，托纳多雷用12年时间完成了他的时空3部曲。这3部电影都有一种浓厚的记忆感，都在探讨人在时间里如何被塑造，空间、小镇、船只、乡土又如何折射人性。从童年的天堂电影院到一生漂泊的海上钢琴师，前2部已经把意大利人的乡愁和浪漫拍到了极致。你以为最后一部应该来个压轴大戏，宏大、深沉、上纲上线，可导演偏偏反着来，他居然把这些元素，寡妇、荷尔蒙、偷窥、意淫，还有那段2战的阴影，通通揉了进去。他要用一个女人拍一部传说，那问题就来了，这个女人究竟代表了什么？为什么整部电影的原名干脆就是她的名字玛莲娜？带着这些疑问，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电影。不只看热闹，更要看门道。欢迎来到观影悟道。故事发生在意大利西西里的卡斯泰小镇，2战的阴影正慢慢笼罩过来。开场没多久，字幕闪过，致我的父亲。这像是托纳多雷在跟我们说，我不是在讲传说，我只是想说一下这段属于父辈的记忆。狭窄的街头飘着晾晒的床单和衣服，一辆汽车从远处驶来，广播声越来越大，把观众的注意力引向接下来的信息。领袖墨索里尼将在下午5点发表全国讲话，所有人停止工作。就这样，小镇的宁静被打破，喧嚣声搅得人心浮躁。背景是1940年6月10日，在法国濒临战败、德国节节胜利的情况下，墨索里尼趁火打劫，宣布对英法开战。9月进军北非，却因装备落后、训练不足，结果20万人被4万英国兵反手收拾，13万成俘虏，最后还得隆美尔来擦屁股，成了战争史上的笑话。这一天，12岁半的少年雷纳多拥有了人生中第一辆自行车，车架来自英国，齿轮来自德国，踏板来自法国，链条来自意大利本土。虽然是一辆拼凑的2手车，但是在2战时期的意大利，老百姓别说汽车，连公交都指望不上。而战后意大利电影偷自行车的人，更是说明了自行车在当时有多重要。那时候一辆车能养活一家人，丢了车就等于丢了工作。能拥有辆自行车，就跟今天开跑车一样风光。对雷纳多来说，自行车就是他的兰博基尼。雷纳多骑着他人生的第一辆自行车在马路上飞驰，兴奋得像要飞起来。可他并不知道，这辆拼拼凑凑的车会把他的青春带向哪里。小镇的另一角，几个青年正戏弄着一只蚂蚁。可怜的蚂蚁毫不知情，命运已到尽头，他没挣扎多久便被火焰吞没。正如当时的意大利，几个青年虐杀时笑声不断，蚂蚁死后又肃然祷告。这一幕正像当时的人们沉迷狂热，却对罪恶浑然不知。法西斯政权自以为不可一世，却不知离投降只剩3年。雷纳多很快找到了他们，想加入帮派。这大概是每个孩子的经历，小的想挤进大的圈子，大的嫌他们碍事，于是小的讨好迎合，甚至学着干坏事。一个女人关掉收音机，换好衣服，走出屋外。就在那一刻，少年们的目光被她牢牢抓住。导演将丝袜、高跟鞋这些性感的元素悉数赋予莫妮卡·贝鲁奇，她每一步都是行走的荷尔蒙。在少年们眼里，空荡的街头好像只剩下她一个人，所有人的目光被她吸引。玛莲娜就是画面里唯一的主角。雷纳多看清了玛莲娜的脸，表情立刻就变了。接着嘛，年少的荷尔蒙诚实得很，他连自己身体的反应都压不住了，支起了小帐篷。从那一刻起，他彻底沦陷。即便相隔数米，只要深吸一口气，也能闻到它的香味。教室里，同学们在戏谑玛莲娜的父亲，那位耳背的拉丁文老师。一名学生指向门外说：“他以为是要上厕所，结果闹了个笑话，被羞辱，却还浑然不知。”自从那天在路边见到玛莲娜，雷纳多就彻底失眠了。夜里躺在床上，在荷尔蒙的作用下翻来覆去，越想控制自己，越忍不住浮现他的身影。白天，他和小伙伴们赤裸上身，在大海边吹牛、聊女人，比丁丁长短，全是虚张声势。雷纳多还被嘲笑裤子短，手枪也短，这深深地刺激了他。在那个年代的意大利，一条长裤几乎是男孩成长的标配，也是身份的象征，穿上它就不再是小孩。有一天，雷纳多逃了课，守在玛莲娜家门口，他在心里开始意淫起来。玛莲娜喊他去买烟，还主动拉开睡袍，光是想一想，他就面红心跳，呼吸急促。可这些全是幻想，现实里他从没真正靠近过她，甚至没说过一句话。为了显得更像大人，他把父亲的长裤偷出来，改成自己的尺寸，纸包不住火。父亲很快发现了，逃课、打架、改裤子全摊在一起，
父亲气得直接动手，差点抡起椅子砸下去。他骂道：等我们的领袖被打死了，你才配穿这种裤子。显然他父亲是少数清醒的反法西斯者。雷纳多趁夜色偷偷翻进了玛莲娜的院子，动作熟练的像是回自己家。他顺着院子里的那棵树往上爬，屋里正传来广播声。在墙上他找到一个小孔，在屋里四处偷窥。看见玛莲娜的那一瞬间，他兴奋地屏住呼吸，心跳像要跳出来一样。很快他发现不对劲，玛莲娜神情沉重，步履缓慢，眉头紧锁。原来她牵挂的是远在前线的丈夫。理发店架子上摆满了色情杂志，男人们剃着胡子，嘴里全是关于玛莲娜的低俗话题。原来玛莲娜之所以成了小镇男人们眼中的猎物，不光因为她长得漂亮，也因为战争带走了她的丈夫。玛莲娜住所外，一个单筒望远镜从仙人掌中伸出，雷纳多借助工具偷窥，简直是偷窥界的标杆。玛莲娜洗好头发，坐在凳子上晾干，雷纳多意淫自己正喝着她滴落的洗头水，这一幕堪称经典。随着镜头的移动，一封信出现了，玛莲娜十分珍惜地将信紧贴胸口。晚上她放起唱片，抱着老公的照片转圈圈，向自己开了一场2人舞会。第二天雷纳多这小子就憋不住了，火急火燎冲去唱片行，把那张唱片买回家听了起来。唱片一转，翻着小卡片的他脑子就不老实了，幻想玛莲娜推门进来，对着他笑，来到他跟前，后面省略10000个字，大家自行脑补这段情节。从那以后，雷纳多开始给玛莲娜写信，把不敢当面说的话写在纸上。他想告诉她镇上的流言，但总怕伤到她，写了又改，揉成纸团丢进海里。从那时起，他下定决心守护她。雷纳多不只是偷窥和意淫，每次玛莲娜出门，他都骑车跟在后面。一路上，他看到男人们的目光，律师、老头、士兵全都盯着他。有人背地里骂他是婊子，有的报纸都拿反了，却依旧盯着他看。甚至有人嬉笑着抓住他的手，凑嘴亲去，满脸猥琐，让雷纳多一阵反胃。但玛莲娜仿佛毫不在意，抬头走着自己的路。雷纳多跟着他来到一处住宅，他没带钥匙，拼命敲门。楼上窗口扔下一把钥匙，显然是一个男人。雷纳多的天塌了，他心目中的女神原来只不过是一个肮脏的人。情绪低落的雷纳多独自一人来到电影院看电影。电影画面中正是一个女人背叛的情节，他把自己带入故事的主角，狠狠地给了玛莲娜一个大嘴巴子。他打算不再尾随，不再爱她。某日，雷纳多正给自行车做保养，恰巧又看见了玛莲娜，他忍不住继续尾随，穿过广场。这一次，导演展示了镇上女人对他的评价。玛莲娜又来到了上次的房子，雷纳多决定弄清到底是谁。他悄悄爬上墙，看到玛莲娜做好饭，喊那个男人来吃，原来正是他的父亲。真相揭开后，在雷纳多眼里，玛莲娜的形象更加美好，他也更爱她了。弹簧床吱呀作响，雷纳多躺在上面不停抽动，他闭着眼睛，脑子里切换着画面，人猿泰山、西部枪战、埃及艳后，每一幕他都是主角。少年就在床上上演一场场情欲大戏。一天，玛莲娜收到噩耗，她的丈夫在前线战死，永远离开了她。台上有人称她丈夫为光荣的烈士，也有人称她为坚强的遗孀，甚至有人暗地里诋毁她。然而，她的悲伤早已超越私人范畴，被无情卷入政治与立场的漩涡之中。事后，雷纳多发现玛莲娜正躺在床上痛哭，他发誓要永远守在她身边。葬礼那天，玛莲娜不再只是寡妇，而被摆拍成圣母，头顶星环，双手张开，如祭坛上的雕像。现实中哪有人能这样站立？这是导演的讽刺，将她硬生生塑造成烈士遗孀的圣洁符号。可台下呢，男人们盯着她垂涎3尺，女人们咬牙切齿，嫉妒的厉害。小镇上的流言越传越烈，人人议论这个寡妇，她是不是该找个情人了？27岁的女人，那方面肯定不差。我敢打赌，她和牙医早就有一腿。雷纳多听得满肚子火，却没办法当面反抗，只好暗地里出点小招，在他们的酒杯里吐口水，往他们的包里撒尿。可这样还是解不了气，最后他只能跑去教堂，对着上帝嘀咕：求你保佑玛莲娜，至少先照顾她几年，等我长大了，我一定会亲手保护她。在雷纳多心里，长大原本只是为了不被笑话，但此刻他明白了，长大是拥有守护心爱之人的力量。可说到底，他还是个少年，对玛莲娜的幻想一刻没停。那天，他趁人不注意，翻进她的院子，偷偷拿走了一条内裤。回到家里，他又爬上那张吱呀作响的弹簧床，准备今晚翻云覆雨。第二天早上，雷纳多的父亲进屋叫他起床，一看他脸上蒙着内裤，直接炸了。先是一顿揍，紧接着母亲尖叫着上场，抓起那条罪证撕烂后并烧毁。父母上演混合双打，毫不留情。
把雷纳多当成了全世界最丢人的人。最后，他被关进房间，禁闭好几天。等被放出来时，雷纳多仿佛变了个人，眼神发直，嘴里自顾自念着诗。那时你坐着专心做女红，这是意大利浪漫主义诗人贾科莫·莱奥帕尔迪致西尔维亚里的句子，写的是少年对早夭少女的怀念。整首诗充满青春的希望与破灭的悲凉，也是玛莲娜的扮演者贝鲁奇最喜欢的诗句。医生瞧了瞧，只说了一句：“他得出去透透气。”雷纳多赶紧骑车赶到玛莲娜家门口，却发现这里跟早高峰的公交车站差不多，挤满了各式各样的男人。有人假装路过，其实就是想偷看一眼；有人盼着能碰上点艳遇，还有些躲在暗处，光想着怎么抹黑他。终于，有人写了一封匿名信，递到玛莲娜父亲手里。信上赤裸裸地写着：“你丢尽了脸，你女儿把镇上的男人都睡了一遍。”父亲信了这封信的恶毒谣言，愤而辞去了教师的工作，还和玛莲娜断绝关系。丈夫没了，如今父亲也不要她了。到这一步，玛莲娜真正成了孤身一人，而雷纳多则和课堂里造谣的人打了起来。在众人的呼声下，雷纳多又带入了幻想，他成为斗兽场里面的战士，杀掉了对手。夜晚，雷纳多又偷偷溜到玛莲娜家门口，透过缝隙往里看，结果这一回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镇上公认最帅的男人凯蒂上尉正和玛莲娜暧昧缠绵。寡居多时的玛莲娜好像终于准备迎来一段新的爱情，两人依依不舍的吻别，正要出门，却偏偏撞上了镇上的牙医。没想到牙医上来就给了上尉一巴掌，还嚷嚷玛莲娜是自己的未婚妻，俩男人当场撕扯，路边就打了起来。更离谱的是，牙医的老婆也突然冲出来，抓奸似的先把自己男人揍了一顿，然后站到玛莲娜窗下破口大骂：“回你自己的镇子去，别来抢别人的老公。”这一夜的闹剧立刻传遍了小镇。第二天满城风雨，所有人都在议论，而玛莲娜成了茶余饭后的笑柄。事情最终上了法庭，玛莲娜找来律师帮忙，律师也垂涎她的美色，拍着胸脯保证能替她赢下官司。开庭那天，法庭挤满了人，他们不是为真相，而是想看热闹、听八卦，好证明她不正经。在众人注视下，律师开口辩护，别看他平时油腻，还是有点本事的。凭他的帮助，玛莲娜勉强躲过了官司。可在庭审中，他听到让人伤心的消息：凯蒂上尉为了自保，彻底和他划清了界限。那一刻，他眼里的泪水像是爱情破灭的终结。赢得官司并不代表赢得生活，律师伸手要钱，而他手里能拿出的微薄积蓄根本不够。面对逼迫，玛莲娜只能屈从，把尊严和身体一起交了出去。雷纳多透过窗外目睹一切，震惊地从树上摔下来。第二天，他缠着绷带走进教堂，低声对神明抱怨：“原来你根本没听见我的祈祷。”自那以后，律师频繁出入玛莲娜的家，雷纳多只能远远望着，心里空荡荡的。课堂上，雷纳多满脑子都是玛莲娜，心思早就飘走了，结果被老师当场点名赶出了教室。他气得直跺脚，走下楼，看着那尊墨索里尼的雕像，愤怒一推，砰的一声，雕像摔成了两半。这天，雷纳多如愿以偿换上了长裤，大家说他终于算个男人了。而他爸爸听着收音机里的战况，一脸忧愁。律师是个妈宝男，他妈不同意这门亲事，便急忙和玛莲娜划清界限。穿着长裤的雷纳多终于坐上了标准理发椅，满脸高兴。少年在长大，女人却再次被抛弃。全镇人表面依旧觊觎他，背地里却把他逼到绝路，不给他工作，不卖他食物，最终他只能偷偷同地下商贩打交道。在巷子里，雷纳多慢慢走过去，故意装作随意，与玛莲娜擦肩而过。这一刻和当初第一次遇见他时不一样，他没有再心跳加速，在他的眼里，玛莲娜不再只是幻想里的女神，而是一个真实的人。她的美貌之外，他第一次注意到的是她身上背负的孤独与磨难。这时，天上轰隆隆作响，飞过一排轰炸机，镇上的人纷纷涌进防空洞，炸弹落下，震得人心慌意乱。等尘土散去，从废墟里抬出的是玛莲娜的父亲。葬礼上，大家排队安慰他，雷纳多也想靠近，却被人挤开，他没再回去。这一次，他没再盯着她的身材，而是看见了她疲惫的眼神和憔悴的脸。夜里，雷纳多又照常守在玛莲娜的窗前，他正对着镜子剪去长发。没过多久，一个军官端着食物敲开了他的门。饥饿和贫困逼得人走投无路，玛莲娜已经顾不上什么所谓的清白，她低声说：“只要有食物，你随时都能来。”窗外那双偷看的眼睛已经泛起泪光，雷纳多再也忍不住，悲愤地转身离开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西西里落入了德军的手里，小镇上出现了一个熟悉却又陌生的身影——玛莲娜。她把头发染成了红色，
踩着高跟鞋摇曳着走过人群，男人们的眼神被牢牢勾住，女人们在背后小声咒骂。玛莲娜随意找了个位置坐下，翘起二郎腿，手里夹着一支烟，眼神挑逗。一旁的男人们纷纷掏出打火机想帮她点烟，而雷纳多再次陷入了自己的幻想里。这回他成了英勇的美国大兵，从天而降，把玛莲娜从敌人手里救了出来。玛莲娜彻底堕落了，投进了德国人的怀抱，把头发染成了金色，每天与军官有说有笑，出入各种声色场所，成为了交际花。雷纳多受不了，当场晕倒。神父说他中邪了，做起了法事。父亲却看得明白，儿子长大了，需要发泄。领着他去了妓院，房间里女人慢慢脱下衣服，问他是不是第一次。雷纳多盯着他，却只看见玛莲娜的影子。这种事在他脑子里早已经排练过无数次了。时间来到了1943年，墨索里尼政府倒台，意大利向盟军投降，全镇人民夹道欢迎盟军。可就在这热闹声里，突然冒出一个刺耳的声音。女人们一拥而上，拽着玛莲娜的头发，把她从屋里拖到大街上。众目睽睽之下，她被辱骂，被鞋底抽打，被人拳脚相加，衣服被撕烂，还被剪掉了头发。他们是街坊，是平民，但在这一刻他们是魔鬼。玛莲娜哀嚎着站起身，浑身是伤，一瘸一拐地跑开了。火车喷着蒸汽，长长的鸣了一声。玛莲娜穿着黑衣挤上了车，她要离开这个让她伤心透顶的地方。雷纳多远远望着为她送行，透过玻璃看到的是一个已经被打碎的女人。站台上别的乘客都探出窗户跟家人挥手道别，只有玛莲娜的车窗紧闭。雷纳多把那张代表他的唱片狠狠甩进大海，他告诉自己该断了对他的念想。一段时间以后，小镇突然来了个独臂的男人，当大家看清他的脸时都愣住了，那不是早被传说战死的玛莲娜丈夫尼诺吗？原来他根本没死，只是受了伤，在外面辗转了好几年，如今才好不容易回到家乡。镇上的人窃窃私语，但没人告诉他玛莲娜经历过怎样的屈辱和折磨。尼诺回到阔别已久的家，发现早被难民占了，他满脸疑惑，却迎来的只有嘲笑和奚落。几年前他还是小镇的英雄，如今却成了人人讥笑的对象。雷纳多远远跟在后面，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。夜里，他终于鼓起勇气，把一封信扔进尼诺家中，信里记录了玛莲娜的经历和去向。那个曾经面对玛莲娜羞涩不已的少年，如今已成长为敢于伸手的青年。于是尼诺马不停蹄地开始寻妻之旅。1年过去，战后的废墟已被清理干净，小镇重新恢复了热闹。广场上，雷纳多正与家人和女友悠闲散步，忽然再次看见了玛莲娜。这一次，她不再孤身一人，而是挽着丈夫尼诺的手，重新回到小镇。街道静了下来，人们的目光全都不约而同地聚向同一个方向。没多久，玛莲娜独自出现在集市，身材开始走样，脸上也出现了鱼尾纹。镇上的女人们第一次卸下了敌意，周围的人盯着她看，她没有回避，只是淡定地挑选着商品。这时，她回头看到当年在街头剪过她头发的牙医妻子，轻声打了个招呼。空气瞬间活跃起来，仿佛那些羞辱、争斗，甚至战争都从未存在过。玛莲娜提着东西往家走，身后雷纳多骑车追了上来，在前方停下。他不再偷窥，不再沉溺幻想。当玛莲娜手中的水果袋掉落，他下车帮她捡起，只换来一句淡淡的谢谢。这便是他少年暗恋的终点，不是因为占有，而是在他受辱时，他学会了承担。那一刻，才是真正的成人礼。雷纳多已经长大，他明白玛莲娜不再需要他的庇护，这份年少的暗恋也只能埋藏在心底。随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，影片落下帷幕。10多年前，阿普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时，也像雷纳多一样被荷尔蒙牵着走，只觉每一幕都刺激暧昧。可多年后重看，那些带着幽默感的画面里，却多了几分伤感。导演托纳多雷告诉人们，历史、战争、人性有时比一场偷窥更加庸俗。玛莲娜的一生像是一面镜子，她的美丽、屈辱、沉默与重生，不只是一个女人的命运，更是一个国家的投影。没错，导演要拍的女人玛莲娜，其实就是意大利本身。玛莲娜太过耀眼，她的美让人窒息，也让她成为众矢之的。意大利同样如此，它拥有全世界最丰厚的历史文化与风景，但正因为太美，才一次次沦为列强觊觎的猎物。美丽从来不是庇护，而是考验。玛莲娜在最黑暗的时刻选择投靠德国军官，换来一口面包，这不是放荡，而是求生。意大利在2战中同样如此，在强权夹缝里妥协、倒戈、屈从。很多时候，历史不是英雄的传说，而是苟活的代价。
玛莲娜被剪发、羞辱、体无完肤，那一刻对她动手的不是敌军，而是邻居和乡亲。意大利的撕裂也不仅仅来自外部侵略，而是内部的背叛、猜疑与伤害。敌人可怕，但同胞的冷酷更让人绝望。雷纳多的目光是唯一温柔的注视，他见证了玛莲娜的毁灭与重生，也在心里默默守护这份不完美的美。雷纳多就是未来的一代意大利人，他们无法抹去耻辱，却能带着记忆走下去。真正的希望不再复原过去，而在敢于带着伤痕继续前行。一个国家，一个民族，从来不是在鲜花与掌声中长大的，而是在伤痕与跌倒中学会站起来。玛莲娜的命运就是意大利的命运，被欲望撕裂，被耻辱打倒，却依然能在废墟上抬头。正如意大利谚语所说 Dopo la pioggia viene il sereno。 暴雨之后终有晴天。本期西西里美丽的传说解说完毕，欢迎关注、评论、转发，你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努力的动力。